卡魂的 Z Plus 2年前都已经再版过一次了，大家也都知道啊，戴哥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换色的机会。然而呼声超高的骡子试飞行 A1 却硬是憋到了今天，这可真是让人好等啊！虽然之前已经和大伙评测过量产型的 Z Plus， 还是 A1、A2、C1、C2 的大全套，但这次的测试型 A1 我还是第一时间搞回来了。实话说，我是真的非常喜欢 Z 高达的机设，而卡魂的 Zeta 又做的特别对我胃口，所以出什么我都想要。这就是被戴哥调教完成的凯子吧？那既然买来了，当然也要第一时间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然而同样定价19800日元，这次的 A1 东西可比之前的大全套少多了。开箱就能发现，先不说那些零零碎碎的替换件啊，最关键是 Zeta 那把大枪，那把高能米加粒子炮竟然没了。你可别跟我说这东西在之前的阿姆罗专用敌节那里啊。好吧，一语成谶是吧？感谢阿戴赠送的连接件。配件阉割价格不变，加上本身定价就有点小贵，有点下不去手怎么办？没事，咱们可以问问拼多多。最近各大平台竞争激烈，拼多多平台甚至现在大家对魔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直接下血本联合了众多模型品牌做补贴。平时实体店或者官网买要1000多的卡魂测试型 Z Plus A1， 现在9块9就能抢到。当然，如果你对之前的 Z Plus 量产型套装感兴趣，也可以在这个专场里找到。胶圈都知道，买胶必须拼多多，正品低价有保障。我特地找官方申请到了3000个内部专属的优先抢购名额，活动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9块9秒杀，包邮到家，手快有手慢无。活动名额可是有限的，朋友们还不抓紧时间冲起来！另外，趁着这次活动还给大家准备了直减的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兄弟们赶紧冲吧！言归正传，我们先拿出本体来看一下。由于是纯粹的换色，这个素体当然和之前的 Z Plus 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至于这个换色换的如何呢？放大来扫一圈，卡魂的产品咋说呢？你要说大的毛病吧，那确实没有，涂的还行啊，一印也很漂亮。尤其这个测试机用的橘红色，饱和度很高，发色真的很漂亮。但是小的毛病那就一堆了，橘皮、颗粒、小划痕、异色，你能想到的毛病应有尽有啊，我是懒得找了，这毕竟也是成品不得不品的一环啊。OK 呢，因为本体结构不变，之前也做过 Z Plus 的评测，这里就带大家简单的过一遍可动吧。抬头30度左右，低头不到20度，左右的摆头只有15度左右，轻微可动。理论上360度转头没有问题啊，但是1领处会有严重的干涉。肩部无法前后拉伸，这里也不再是球关连接了。变形的结构能抬起肩胛做避让，大臂平抬90度没有问题，360度垂直大风车也没有问题。大臂根部做了360度平转关节，不过这里的关节略松啊。曲肘180度轻轻松松，一个标准的双段关节可动，但是铁模铁啊，玩一次就会变松一点。腕部除了本身是球关以外，连接处又做了一个球关，因此这个可动的幅度几乎是达到了60度啊，灵活度是非常高的。和其他卡魂 Zeta 一样啊，腰部可动需要解锁后裙甲，不过因为变形结构的影响，腰部前后可动不到30度，基本是没有什么空间的。但是左右的侧摆是非常优秀的啊，没有干涉可以达到45度以上，左右平转也能达到接近90度的幅度，但还是会和两侧有一定的干涉。由于没有裙甲的干涉，前踢在避让了裙甲光束炮以后，可以非常轻松的踢到胸部，一定程度的弥补了弯腰的可动。抬起一点后裙甲以后，后踢也能达到45度左右。侧踢会受到侧裙甲光束炮的干涉，但其实无所谓啊，因为还有变形的关节，展开以后想怎么踢都可以。平转设置在膝盖的上方，360度没有问题，但是这里也是比较松的，而且有很大的虚位。最后屈膝150度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和其他的 Zeta 系列一样，这里的膝盖联动和填充都非常的漂亮，可以看到点缀的金属色内构细节。脚踝前装甲可以抬起一段，后装甲也有小幅的可动。脚掌内部是一个双段的球关，可以做这样的前后伸，上抬能达到30度多的幅度，向下则是能将脚背完全打直，毕竟变形关节嘛。另外在脚脖子处也有一定的左右转动范围，不过接地性就非常的差了，向内的话大概不到30度啊，向外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另外脚掌是一个整体的，没有独立的可动。其实相比 Zeta Z Plus 的装甲更少，因此干涉也更小，所以可动会比同结构的 Zeta 会稍好一点。不过设定中呢却是反着来的，据说 Z 计划的天使投资人奥古最后没钱了，贾布罗降下作战也打完了，所以就放弃了 Z 高达的量产计划，但其大气圈内变形和飞行的能力以及本身的高性能却被地球圈活动的卡拉巴给相中了。阿纳海姆为表诚意，直接搞了3台 Z3 让卡拉巴测试，但 A1 社也知道啊，这东西量产几乎是无望的，于是积极跟进卡拉巴的测试结果和使用的需求。最终经过大刀阔斧的阉割，不对，是改造以后 Z Plus A1 就诞生了。本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被阉割的装甲了，可以看到裙甲是没有的，
各部位装甲的面积都有缩减，尤其是膝盖后方的管线直接完全暴露了出来。那这就是阉割的第一刀啊！由于仅在大气层内使用，冷却系统改为了完全的空冷设计。装甲的削减不仅增加了散热的面积，同时也减少了空中的负载和制造成本。秉承着同样的思路啊 ，Z Plus 虽然仍是双腿搭载2台小型核反应炉，但曾经的喷气火箭双弓引擎也被改造为了单一的热核喷气引擎，通过加热空气来完成推进。于是空气不仅成为了推进剂，也成为了散热剂，这便是阉割的第二刀。因此可以看到机身上几乎是把大型的喷口都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进气道和喷气口，最明显的便是小腿内侧的这个结构了。阉割的第三刀便是对准了 Z 高达的大动脉，由于不再需要突入大气层，于是能大面积罩住机身的飞行装甲也就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为大气圈内气动特殊优化的 FXA01K 型飞行装甲，非常薄但又非常长的翼片，其实会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百事的背部平衡翼。毫无疑问 ，Z Plus 的进化谱系中，百事的父亲德尔塔高达也是重要的参考来源，因此在 MS 模式下，飞行装甲的翼片也承担了 MBAC 机动的功能。可以看到这里的变形关节是双段的关节，可以做这样的左右转动，同时还有一点前后摆动的范围。另外，翼片本身就是能展开的，改变后掠的幅度。同时，原本 Zeta 的尾状推进器 Z Plus 也保留了，同样作为 MBAC 机动的一部分，可以上下摆动。只不过原本向下开口的喷口被取消了，转而是放到了上方啊。当然 Z Plus 的飞行装甲如此设计，可不是为了和百事对齐颗粒度。只不过如果想讲清楚背后的原因，咱们这里还得变个形。合拢收起头部的天线，把头部向下压到底，翻起肩胛，手臂侧平抬90度，整个胸部向上翻，绕到头部后方，边翻边下压头部到底。这里不可避免的要与头部产生干涉，怕弄断天线的话，建议拔下来再操作这一步。接着翻起腹部的插装，合拢腹部装甲。接着这一步是很难展示的，大腿根部关节现在是折叠在一起的，需要把所有折叠起来的关节展开给展平。最终看到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全部一条直线。而接着这里还需要进一步的上翻，根部向上30度倾角，此时才能抠出后裙甲上的锁扣挂钩，扣到刚刚连接轴上的凹槽内，此时才能锁住腿部的变形结构。接着把2个手臂向内翻90度，然后扣到肌腹部收纳起来。这里记得肩胛也要给放平，需要把整个肩胛向外拉出到底，这时候扣下去才能看到是整个肩胛90度翻折的。接着展平整个尾部推进器，然后把2个翼片上端的小零件给翻出来。接着就能把2个飞行装甲的翼片翻到机身的下方了。这里记得一定要机翼后方先翻过去，然后再整个翻，否则是翻不过去的。接着把2个腿炮给掰过来，然后把机翼的插装插到胸甲的孔洞上，然后就能把腿炮转到前方了。这里腿炮侧面的白色卡位可以卡到机翼空出来的方形凹槽内。接着就是把腿部做 Z 字形的折叠，和 Zeta 不同的是 Z Plus 只需要折90度即可，并没有给进一步180度翻折的关节。接着把2条腿给打直，然后翻起盾牌内的连接桩位点90度，然后把盾牌后方卡到机腹部，另一端卡到胸甲的前方，这样就基本固定住 WR 形态了。然后抠出光束枪后端的连接桩，这样就能插到机背部了。最后再把小的副翼给翻出来，把主翼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变形就完成了。当然了 ，Z Plus 的起落架还是没有被阉割的，每个部位都有对应的盖板，拔下来以后把起落架插上就 OK 了。不过裆部的是一个替换件啊，机翼两侧的盖板则是需要增加一个空缺出来的替换件来替换。本来是想上起落架以后做静态展示的，但是这个机体实在不给力啊，侧面扫过去就能发现啊，这个重心是有问题的。不仅如此啊，这几个起落架的品控也是很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中奖了。这个前起落架的滚轮可以说几乎是一碰就掉的程度啊，差点我就留给地板小精灵了。然后这个右侧的副起落架也是完全松的，根本就插不稳，一碰就掉，非常的难受。罢了，还是用支架来展示吧。这次的内容物唯一不阉割反而增加的，也就是这几个毫无卵用的支架了。万代的支架嘛，反正只要是塑料的都能卖出天价。OK， 那么变形完成，咱们继续来聊机设。之前说到 Z Plus 的飞行装甲是做了大气圈内优化的，这里可以和 Zeta 的 Wave Rider 形态做个对比。从侧面就可以看到啊 ，Z Plus 的整体会比 Zeta 薄上不少，尤其是机翼的飞行装甲的部分，因为不再需要大气层内的突入，因此厚度完全削减。另外2条腿也降低了高度，配合上整个变大的机翼的部分，整个扁平的结构反而为机体提供了机翼以外额外的升力。
同时机翼也从 Zeta 固定结构改为了可变后掠翼，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机身的气动。而机头的盾牌上的小压翼也能控制机身的重心，增加升力。这一系列的修改使得本机有了大气圈内长距离飞行的能力，非常契合卡拉巴王牌飞行员远程轻攻战术的构想。于是也就成立了第18战术中队，而队长也正是咱们大名鼎鼎的阿姆罗。罗子同时也是该量产机的试飞员，橘色的涂装不仅代表了测试机，同时也有反提坦斯的理念，而机身上的遗印呢，则是在告诫所有人啊，这是阿姆罗的座驾。也正是这个配色的 W2 形态深深毒到了我啊，即便早就知道会有阉割，也还是买了回来。不过这里还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那就是相比 Zeta 最高 1.3 马赫 ，Z Plus 的大气圈内极速只有1马赫，而且整机即使做了各种的阉割，相比 Zeta 的 28.7 吨 ，Z Plus 的空重竟然还重了4吨，来到了32吨多，这就让人很费解了。查了一下，两机都是高达尼姆合金 Gamma， 那只能是其他材料的问题了。这里就能看出来啊，量产机和精英机之间的制造差距。但即使成本大幅削减，作为量产机依然贵得离谱。卡拉巴一开始也只够钱订了20架。那到这里呢，其实阉割的事情还没有讲完啊。Z Plus 的阉割不止结构，还有武装。首先被阉割的就是2个手腕上的榴弹发射器，可以看到玩具这里也只留了盾牌的连接的孔位。这个盾牌也是很有讲究的，可以看到各种附加的结构和涂装。这是因为盾牌作为机手，集成了非常多大气圈内用的传感器，尤其是可以看到盾尖的部位，还有类似流速计的结构。本来这个盾牌就很小啊，防护面积是有限的，再加上一堆关键电子器件和压抑集成在内部，具体还能不能作为盾牌使用，就成了值得商榷的问题了。说到传感器呢，本机的头部也是重新设计过的，相比 Zeta Z Plus 的机头延长了很多，这主要是为了放入卡拉巴自研的传感器，使机体在大气圈内有更好的探测范围，并且也将原本的双天线改成了单微天线。玩具除了可变形的那一个外，也给了固定造型的备用件。此外，延长的头部带来的空间也升级了头部火神炮的容量，60毫米火神炮的装弹量也提升了 80%。中距离武装方面，取消了裙甲以后，腿部多出来的空间就被安排上了一双光束炮。虽然这2门光束炮是腿部动力炉指链，但实际的功率只有 2.4 兆瓦，不及光束步枪的一半。但由于具备自动机械臂，可以自行完成瞄准和射击，不需要特殊的干预，补充打击面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在 Wave Rider 形态下，增加了2门炮的打击面会高得多。不过玩具这里的可动除了抬起和平转，这个侧抬的范围也确实是严重的不足的。除了2门腰炮，本机的主武器则是这把光束步枪。当然这把枪没有伸缩的机构，所以显然不是 Zeta 的同款，这里应该是百事那一把的改进款。涂装倒是给的非常的漂亮啊，而这里的 E-Pack 弹夹则是0087年普遍的制式款，这里也是能取下来的。另外这把枪的枪口也是能形成光束键的，与 Zeta 的那一把功能一致，出力也达到了 5.7 兆瓦。不过这把枪后面也停产了，后期生产的 Z Plus 改用了里谢尔的同款步枪。OK， 那最后的武装就是这2把光束剑了，平时剑柄就装在光束炮上，方便动力炉充能，玩具也还原了这个结构。不过特效方面就只给了2根筷子了，相比 Zeta 多给的1根高功率光束特效，这个特效键就很寒碜了。另外 Z Plus 的光束颜色是蓝色，和 S 高达系列是一个颜色。光束颜色这个事情一直是个玄学啊，不知道跟什么有关。不过所有的颜色里面，蓝色的光束是我觉得是最好看的。好的，那么所有的武装也已经全部介绍完毕了，最后剩下的配件就是这几对手型了，用力开掌手、握拳手、斜握剑手、握枪手，以及一对放松的开掌手，也是老演员了，涂装细节啥的都是很不错的。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其实东西真的是给的很少啊，不管是相比 Zeta 还是之前的大拳套 Z Plus。不过开头提到的 Mega 光束炮，毕竟 A1 是地球圈内用的机体，高能米加粒子在空气中衰减严重，所以也不会作为本机的标准武装，没有附属倒也能理解吧。但既然如此，价格就不能再降一降吗？好了，那吐槽就到这里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下期再见喽。